解决了老家房子的事，海童就心情愉悦地回到了书店里，却意外地看到了很久不见的张念生。那张念生是请了2天假，再加上接下来的周末，一共有4天时间回来看看父母。知道海童不在店里后，张念生就特意过来看看自家表姐。沈小军不知道海童什么时候会回来，张念生又是进来坐了坐，就准备要离开的。就是在准备走了，海童就回来，然后碰了个正着。海童姐，碰上了。张念生像以前那样笑着叫了海童一声姐。念生，海童上下打量了张念生一番，客客气气的道：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好久不见，看上去成熟稳重了很多呢。今天刚回来，我妈有点不舒服，厂里暂时没那么忙，我就请了2天假，加上周末就有4天时间，可以回来看看我妈。哎，是好久不见了，海童姐是越来越漂亮了。海童本来就长得好看，有了爱情的滋润，如同一朵正在盛放的鲜花。张念生清楚得很，海童这朵盛放的鲜花是为了战印而开的。虽说久不见面，张念生对海童是死了心，不过再次相见，张念生还是忍不住嫉妒战印。沈姑姑没事吧？听说沈姑姑不舒服，海童关心地问了句，他就看向好友，没听小军提起。沈小军说道：我姑姑没什么大事，感冒了。生病的人容易脆弱，就打电话给念生了，害得念生担忧，火急火燎地请假回来，陪我姑姑看过医生。在我姑姑休息后，他出来见见朋友，路过这里进来看看的。战家的保镖在。沈小军担心战印知道了会误会张念生对海童不死心，替张念生详细的解释了一遍。张念生会出现在这里，真的不是冲着海童过来的。他过来之前还特意打电话问过沈小军，知道海童不在店里，他才进来的。最近挺多人感冒的，让姑姑注意身体。张念生嗯了一声，是的，很多人感冒，医院里的病人呀，多到像赶集似的。那个君姐，海童姐，我先走了。张念生没有久留，他深深地看了海童2眼后，笑着向2个姐说了句就走了。在海童回来后，他逗留的时间不足5分钟。张念生走后，海童对好友说道：念生成熟稳重了很多。沈小军端详他的神色，海童好笑地点一下他的额，不用这样看我，我以前不爱念生，现在也不爱，以后也不爱，他就在我眼里一直都是弟弟。沈小军摸了摸额头，说道：我知道你从来没有爱过念生，就是怕你会愧疚，不过念生现在这样挺好的，他是家族接班人，是要吃点苦，面对一些挫折才能成长，变得更沉稳。那是姑姑为了他好，安排他去接受磨练，是好事，我愧疚什么？海童坐回收银台里，拿出手机，我跟我家那个醋坛子说一声，免得他又误会，主动告诉战印，好过战印从保镖那里知道。就战印那个爱吃醋的习惯呀，若是通过保镖知道他和张念生又见着面了，铁定是把醋坛子都砸碎的。那沈小军进了厨房，一会儿后，他端着一盘葡萄出来，放在收银台上，说道：念生买来的，咱俩常吃的无核葡萄，怎么样？哎，你爸是你爷爷亲生的吗？沈小军坐下来，关心地问着。是亲生的，我和老头子做的 DNA 鉴定结果显示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。我拿出这份鉴定结果，海志明向老头子普及后，他们就老实了，没有再折腾。我们已经通过协商解决了这件事。海童拿起一小串的葡萄，摘了一颗放进嘴里，这葡萄真甜。沈小军看他心情愉悦，笑道：解决了就好，以后也不用再和他们扯皮了。明天我们回去和他们重新签一份协议，等过户到我姐名下后，我再把钱给他们，他们的占比份额你们用钱买下来。海童嗯着他们提出来的解决办法，要么是我们买他们的份额，要么是他们买我们的份额。2个老的也没有多少钱了，他
他们要是买我们的份额，需要花的钱更多。他的孝子贤孙一大堆，没有一个人肯出钱的。老头子被气得狠了，就让我们出钱买他们的份额钱。他们收到后留着来养老，然后继续住在我家里，让他的其他子女帮他们交房租水电。本来我不想斤斤计较的，是他们到了现在都还想占我们的便宜，我就跟他们斤斤计较了。老头子又不是只生了我爸一个，他有4个儿子呢，我爸不在了，他还有3个儿子。按农村的养老方式，在老人家还能生活自理的时候呢，基本上都是每家出点伙食费，或者轮流把老人家接去同住照顾，总不能一直住在我家里吧。所以我要他们给点补贴，我不差那点钱，就是不想让他们占便宜。沈小军说道，就该如此，有便宜可占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拿好处，要养老了就全都推到你们家里来。海志文说什么爷爷有财产，他就要分一份，爷爷养老与他无关。说爷爷生了他爸爸，没有生他，养老与他这个当孙子的无关，可把老头子气狠了。海童虽觉得海老头那是报应，却没有幸灾乐祸，不觉得大快人心，只是替自己的父母感到不值。活着的时候对2个老的那般孝顺，却是越孝顺的子女越不讨父母喜欢，死了都还要被父母欺负，吸一波血。沈小军，你爷爷最疼爱的不是海志文吗？他当初是在小飞家里的公司上班了，年薪100万呢。小飞让他失业也是他活该，这种人不能让他发达。老头子力争我家的房产宅基地，都是想给海志文继承的。他那一番话着实气狠了老头子，老头子就爽快地答应了我们提出来的解决方法。海童觉得爷爷这么快就妥协，很大程度上是被他儿孙的态度伤到了。不管怎么样，那房子的事解决了。沈小军感叹的道，有些父母的所作所为啊，真的让人无法理解。孝顺的儿女不喜欢，却偏爱那些不孝顺的。海童默了默后说道，所以他们最后既是寒了孝顺的儿女的心，又要被他们偏爱的儿女伤心。有些兄弟姐妹在父母离世后，关系变得僵冷，甚至老死不相往来，都是因为父母活着时的偏心造成的。还好我家里的还好，就我爷爷奶奶对我们都是差不多的，就没有特别的偏爱谁家，也没有特别讨厌谁家。沈小军说道，我那些叔叔伯伯们都很好的，就我们跟我的堂兄弟们也有来往。海童不接话，唯有羡慕的份。因为他和堂兄弟姐妹们关系不好。那沈小军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以为是苏南，边掏出手机边对好友说道，今天一整天他都没有给我来电话，我以为他对我的新鲜感过去了呢。海童好笑的道，苏总哀惨了你，他对你的新鲜感保质期是一辈子的。都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我家战先生是个专情的，他结交为知己好友的必定也是感情专一的人。你啊，放100个心吧，苏总单身这么久，就是为了等着遇见你，与你相亲相爱一辈子。不是苏南打来的，是我弟呢。海童，不是苏总呀。他还以为是苏南打电话过来约沈小军一起吃饭呢。他告诉了战印见过张念生后，战印没有回复他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因此吃醋。海童想着自己和张念生再次见面，纯属偶然，前前后后都不足5分钟，那个醋坛子应该不会吃醋吧？没有回复他，想来是在忙着工作。战氏集团的大总裁吗？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珍贵的，浪费不得。小峰啊，沈小军接听弟弟的来电，怎么了？家里有事？姐，你快点回来，快点回来，有好戏给你看。沈小峰在电话里很兴奋的样子，催促着沈小军赶紧回家去。什么好戏啊？沈小军的好奇心被勾了出来。我们家里有什么好戏看呀？沈小峰笑道，我现在还不能说，总之你赶紧回来是好事情，天大的好事情。姐，你快点回来吧。臭小子，故意吊你姐的胃口是吧？什么好事情？
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爸买彩票中了500万大奖。哎，还是你带了女朋友回家？沈爸爸喜欢买彩票，从来没有中过奖，却乐此不疲。一组数字，沈爸爸能坚持着一直买那组数字。他说总有一天那组数字会中个大奖的。我带女朋友回家也不是好戏啊，姐，你别问了。总之是高兴的事情，你只要回来就行了。快点回来，跟海彤姐说一声，今晚让她看店，或者傍晚过后就把店门关了。那沈小军看看时间，学生马上就要下课了。小峰，你说到底是什么事啊？学生快要下课了呢。他们一下课，店里就要开始忙碌起来。要不是天大的事，我就等6点过后再回去。沈晓峰不和他说了，姐，你把手机给海彤姐，我跟海彤姐说2句话。沈小军嘀嘀咕咕的，我是你亲姐，又是我们家里的事，你都不跟我说。要跟海彤说，臭小子，你以为你能瞒着我吗？虽是嘀嘀咕咕，沈小军还是把手机递给了海彤。对好友说道，小峰那个臭小子卖关子呢，神神秘秘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事，他说要和你说话。海彤笑着接过手机，问着电话那边的沈小峰，小峰啊，什么事？你跟海彤姐说，海彤姐保证帮你保密，不让你姐知道。事实上，沈小军已经贴过来了，只要沈小峰一说，他就能听见。他被弟弟的话勾出了好奇心，很想知道自己家里有什么好戏看。说是好戏，又说是好事，他实在猜不出来是什么好事。哎，海彤姐，我姐是不是贴在你耳边，准备着偷听啊？你到外面去，不要让我姐跟着。那我再告诉你，沈小峰很了解姐姐。海彤看向好友，我靠，这小子长了千里眼不成？沈小军骂了弟弟一句。海彤笑着起身走出书店，不让沈小军跟随。沈小军想到海彤要是知道了，也会告诉他的，并没有跟着海彤走出书店。也不知道沈小峰跟海彤说了什么。过了几分钟后，海彤回来了，笑眯眯地把手机还给沈小军，笑道，小军，店里的事你不用管了，赶紧回家去吧。我这里还有明哥和浩哥，他们能帮忙，你放心的回家去。到底是什么事啊？这么神秘呀？海彤，那小子跟你说了什么？你告诉我吗？沈小军一颗心被吊得半天高，痒痒的，偏偏好友和弟弟都不告诉他。你回去就知道了，现在告诉你，效果就大打折扣了。总之是好事，快回去吧。海彤笑着催好友回家，还拿来了沈小军的车钥匙。那把车钥匙塞在沈小军的手里，走吧。沈小军看看好友，又看看手里的车钥匙，然后轻捶一下海彤的肩膀，抱怨着，咱们10几年的交情呢，你都不肯透露一点。我回去看看是什么事弄得神神秘秘的。海彤送着好友出店，还叮嘱着你骑车慢点，不用着急的，反正是好事儿。沈小军跨上他那辆电动车，边骑着车走边回应着好友，知道了。海彤站在书店门口，目送着好友远去。那虽说是好事儿啊，沈小军却猜不到自己家里会有什么好事。弟弟不肯告诉他，海彤知道了也不告诉他，还说什么告诉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沈小军一路都在猜测着这件事，骑着电动车飞快地往家里赶去。还好他的家离学校不远，他很快呢便进村了。说是村，因为发展的好，像大城市一样繁华的很。还没有到家门口，沈小军就看到了家门口围着很多人，也停着好多车辆，围着的那些人举着手机在拍照。咋回事呀？围在他家门口看什么呀？哇，拍什么照？小军回来了呀！不知道谁看到了沈小军，高声叫喊了一声。围在沈家门口的那些人立即自动地站在了两旁，让出一条路来。沈小军看清楚了，围在自家门口的这些人都是村里的人居多，也有些附近的租客。那他们看到他都
都是笑眯眯的。在大家让开后，沈小军才算明白大家围在他家门口看什么了。看的是他家门口的那大片大片的花海。一整天没有打过电话给他，也没有发信息给他的苏南，站在了那片花海的旁边。他手捧着一束玫瑰花束，同样是笑眯眯地看着他。那沈小军停好了电动车，姐，你快过来看看。沈小峰走过来，拉着姐姐往前走。沈小军被动地拉到了那成片成片的花海前，那些花都是玫瑰花，苏南用成千万朵的玫瑰花拼成的几个字：沈小军，嫁给我。这是苏南向他求婚。苏南想了很久，觉得还是俗一点吧，用鲜花拼成字，既好看又不失浪漫，然后当众向沈小军求婚。那沈小军平时要么在书店里，要么就在家里。那书店在学校门口，苏南呢怕会影响到学生们，就决定在沈家门口摆上花海，向沈小军求婚，也是让沈家人看到他对沈小军的真诚，他是真的想娶沈小军为妻。那其实沈苏两家也盼着两个人早点结婚，苏太太隔三差五就来沈家拜访，两家长辈早就无话不谈，一心等着苏南求婚，就可以办婚礼了。姐，好看吗？告诉你，这些字都是南哥亲自拼成的啊，南哥花了很长时间才拼好呢。今天管城所有花店里的玫瑰花都被南哥买空了，很多花店不得不紧急进货。沈小军看着用鲜花拼成的几个字，那红彤彤的花海映红了他的脸，也暖了他的心。苏南一向会制造浪漫，求婚用的方式虽说很俗，但他依旧觉得浪漫。苏南捧着那束鲜花走过来，那沈小峰主动的让位，把主场还回给苏南。那所有人都看着，有些人甚至拍起视频来，等着见证一对有情人的幸福时刻呢。苏南在沈小军面前单膝跪下，再把那束花递至沈小军的面前，深情地问着沈小军：小军，我爱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余生我会继续疼你、爱你、宠你的。沈小军看着他，他看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深情，俊脸上也有着期待，还有一点紧张害怕，害怕他会拒绝他的求婚吧。小军，你快答应苏先生吧，苏先生对你真的很好啊，我一把年纪都被苏先生感动了。沈小军的一位婶婶笑着说道：是呀，小军，你和苏先生那是郎才女貌，你们俩在一起那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儿。小军，围观的人很多都是村子里的人，也有很多是沈小军的亲人们，他们都是真心希望沈小军能接受苏南的求婚。那沈小军扭头看向了站在门口的父母，也看到了站在父母身边的姑姑以及张念生啊。那沈姑姑应该是回娘家啊，恰好遇到了苏南求婚的事。见沈小军还没有回应苏南，沈姑姑对兄嫂说道：小军咋还不答应？苏南这么好的男人，提着灯笼都找不到，我都恨不得替他答应了。张念生却说道：就是不能一下子就答应，总要考虑考虑的，一下子就答应了，显得君姐迫不及待似的。沈小军是愿意嫁给苏南的，他也不再矫情，伸手接过苏南递来的那束花，笑着大声回应苏南：苏南，我答应嫁给你。苏南大喜，连忙又掏出准备好的求婚钻戒，拿出了那枚钻戒，执起沈小军的一边手，认真的把钻戒套进了沈小军的手指。沈小军把他拉站起来，苏南拥住他，低头就亲上他的红唇。哇！雷鸣般的掌声响起，沈小军闭上眼睛，承受了苏南温柔的一吻后，睁开了眼睛，含笑的被苏南拥入了怀里。你什么时候策划的？在他怀里，他低声问他。早就策划了，想来想去，还是觉得这样子更好一点。小军，你喜欢吗？沈小军抬头看他，笑道：我要是不喜欢，也不会答应你的求婚。只要你是真心的，不管是什么场合，只要你向我求婚了，我都会答应你。当然了，他用心的布置了一下场景，他会更开心
显得他更加的在乎他。怪不得你一整天不给我打电话，也给我发信息，原来是准备着惊喜给我。苏南又在他的额上亲了亲，宠溺地道：“我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，也不让小峰在电话里跟你说。那小子说是好事儿，我猜来猜去都猜不到是你向我求婚。”那沈小军此刻被甜蜜填满了，他和苏南相视而笑，彼此的眼里都只有对方。好一会儿，记起自己的家人以及左邻右舍还在看着呢，沈小军忙推开了苏南，一张俏脸红红的，不知道是高兴而红还是羞红的，两者皆有吧。我要拍照啦！沈小军想把此刻的甜蜜幸福记录下来，他用手机拍了那片花海，又拍了手上的钻戒，最后则是和苏南合拍。自拍之后，他就和苏南十指紧扣地走到父母的面前：“爸妈，我答应苏南的求婚了，你们总算可以把我嫁出去了。”众人扑哧地笑起来。沈妈妈笑着对苏南说道：“苏南，阿姨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了。”沈小军：“妈，你这话说的，好像我是没有人要赛给苏南似的。你相亲无数次都不成功，我和你姑姑为了你的婚事操碎了心，不就是没有人要吗？现在苏南肯要你，那你以后对苏南好一点。”沈妈妈故作抱怨着女儿啊。苏南笑道：“妈，是我要谢谢小军，小军肯嫁给我，避免我成为老光棍啊。”求婚成功后，苏南都改了对沈妈妈的称呼，直接叫妈了。他的一声妈叫得沈妈妈心花怒放。苏南的优秀，他们都知道苏南对沈小军的好，他们也见证了现在苏南总算求婚，要娶沈小军了。沈妈妈笑得见牙不见眼。他的女儿也找到了好归宿，进屋去吧，今晚就留在这里吃饭了。沈爸爸对准女婿说道。苏南当着他们的面向女儿求婚，沈爸爸是很满意这个准女婿的。不过当爸的人看女婿是不如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喜欢的。沈爸爸再满意都压制着，没有流露出来，对苏南依旧是客客气气的。就算爸不留我，我也要厚着脸皮在这里吃饭的了。苏南厚着脸皮笑道，他又叫了沈姑姑一声姑姑。看到张念生的时候，也保持着笑脸，点了点头。念生，打电话给你爸，让你爸下班后来你就这里吃饭。沈姑姑开心地吩咐儿子联系丈夫，让丈夫过来一起吃饭，大家热闹热闹。她是一直都想让侄女儿嫁入豪门的，没少替侄女牵线，可惜侄女都不热衷。为了不嫁豪门，甚至在宴会上往地上一躺，一躺成名后，让她都不好再替侄女牵线。沈姑姑想着，侄女儿不能嫁豪门，能嫁与沈家门当户对的家庭也不错了。他们沈家门庭也不差的，家里有很多房子出租，也有半条街的商铺出租，所有资产算在一起也是过亿的身家。在知道海彤的闪婚丈夫竟然是战家大少爷的时候，沈姑姑震惊之余也感叹，连海彤都能嫁入豪门，怎么她最疼爱的侄女儿就没有那个命呢？后来知道苏南喜欢沈小军，还是战印和海彤牵的红线，沈姑姑就真心替侄女儿感到高兴。就她过去想介绍给小军的那些男人，没有一个比得过苏南的。因为张念生爱慕海彤，并差点就要当小三的事，沈姑姑夫妻俩为了挽救儿子，也为了保住张氏集团，不得不狠心地把张念生送到外地去接受磨练。沈姑姑一直担心张氏集团保不住，战印夫妻俩给小军和苏南牵线，还牵线成功，沈姑姑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。看在苏南和小军的份上，他们张氏集团保得住了。张念生笑道：“好嘞，我现在就给爸打电话，让爸下班后就过来。”沈爸爸请着准女婿进屋后，对苏南说道：“苏南，你问问你爸妈有空过来吃饭吗？你既然向小军求婚了，小军也答应了你的求婚，等你爸妈过来了，我们当家长的可以商量一下你们俩的婚事哈。”沈妈妈附和着：“对，苏南，你打电话叫你爸妈过来，今晚就把你和小军的婚事商量好。”他又对沈小军说道：“
小军，明天是星期五，这一个星期里最后一天的工作日，明天一早，那你就和苏南去民政局把结婚手续办了，先领证再办婚礼。沈小军这么急啊？他看着苏南说道，我以为是先订婚再领证。苏南握着他的手，他想先订婚再领证，他满足他。爸妈，等我爸妈过来，你们先商量挑一个好日子，我和小军办订婚宴，订婚宴之后再去办结婚证也不迟。当然我希望婚期能早一点。他可不想像战印那样最后选了个入秋的日子办婚礼。战印和海童早就领了结婚证的，人家小夫妻俩什么都做了，就差一场婚礼而已，不着急。他和沈小军还是清清白白的，他心急呢。苏南的话让沈小军的脸又红了。嘿，这家伙挺猴急的呀。行，那先办订婚宴，再领证，然后再办婚礼。苏南尊重小军的意愿，也不想委屈小军，按部就班的走，让沈家人很满意。以苏南的身份地位，他和沈小军的订婚宴也要办得热热闹闹的，会宴请管城上流社会有头有脸的大佬们。苏南打电话给父母，告诉父母他向沈小军求婚了。沈小军也答应了他的求婚，让父母有空就过来跟他的老丈人洽谈婚礼事宜。苏太太听了儿子的话后笑道，妈是很忙，不过再忙都不如你的人生大事重要。行，妈叫上你爸还有你大伯他们啊，备上厚礼就去亲家家里。谢谢妈。苏太太笑道，谢什么呀，妈也替你感到开心呀。苏南，妈叮嘱你几句，以后好好的对小军，可不能欺负他。妈是帮理不帮亲的哈，只要小军有理，你就要让着他，他无理呀，你也得让着他呀。娶媳妇不容易啊，是他的儿子眼光太高，难得儿子愿意为了沈小军结束单身生活。苏太太自是重视沈小军，况且早在初次见面，他就把他这一房的传家之宝送给了沈小军。那沈小军呢，早就是他认准的长媳。妈，我知道了。苏南表情严肃，在人生大事上，他从不赶儿戏，都是经过深思熟虑，听从内心。行，妈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什么德行的，妈也信你会好好的对小军的，不和你聊了。妈先打电话给家主夫人，让她帮忙准备一下厚礼。在天黑之前，我们会到达亲家的家里的。苏南是他这一辈中第一个要结婚的人，长辈们也很重视，他又是苏家主最看重的侄儿，跟苏少主的手足情深。天黑之前，苏家长辈以及苏少主等人都来了沈家，那浩浩荡荡的队伍啊，以及一车车送来的礼品啊，就让沈家的左邻右舍以为苏南和沈小军当晚就结婚呢。苏家对沈小军的喜爱及重视可见一斑。苏南和沈小军有了结果，依旧单身的大龄青年苏少主，没有半点例外，在当晚遭到了所有长辈们的关怀备至，导致苏少主在饭后就赶紧找借口溜了。沈小军看到长辈们都在关心苏少主的婚姻大事，和苏南咬耳朵说悄悄话的时候，也好奇得很，说道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子才能入得苏少主的眼。在管城呢，苏少主的名气不如战印和商无痕这些商界大佬的响，但他却是比两位大总裁更厉害，更不能得罪的人。苏南说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哥从来没有透露过他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，家主一向开明，不怎么管小辈的私事。随着我哥的年纪增长，家主伯伯都忍不住催了几次婚。苏南都30出头了，苏少主比他还大上几岁，要是用4舍5入法，苏少主就是40岁的人了。苏家主和家主夫人能不急吗？沈小军说道，以后苏少主要是有了喜欢的女孩子，一定要介绍我认识，我好奇是什么样的女孩子才能征服苏少主。苏南凑到他的耳边，在他的腮边亲了亲后，低哑的道，以后你也是我苏家的人了，我哥有喜欢的人了，咱们肯定是第一时间知道的。沈小军轻推他一下，长辈们都在呢，还亲他。
他再大胆也不好意思当着长辈们的面亲他。咱们越亲热，他们越开心。沈小军飞快地看向长辈，在商量着订婚的日子呢，压根儿就没有留意他们这对正主。咱们出去走走。沈小军提议。苏南求之不得。妈，我和苏南出去散散步。沈小军对母亲说了句，就拉着苏初走出了家门。门口的那片花海依旧，晚上的时候竟然还会闪烁着灯光，那是苏南在那些花上面牵了五颜六色的小灯饰。到了夜晚，一通电，小灯饰就亮了起来，很好看。沈家门口的路灯也亮着，看到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豪车。沈小军对身边的男人说道：“我想着找一个与我家门当户对的男人，以后当个包租婆，睡着都有钱收，做梦都想不到我会和你在一起。我也有很多房产，很多商铺，钱放在银行里会贬值，我们都是拿来投资的，你以后依旧可以当包租婆。我名下的那些房子、商铺出租后都交给你去收租，收到的租金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不想花就继续买地建房出租，用钱生钱。”沈小军说道：“现在买地建房的成本很高了，刚改革开放，我们这里征收田地，有钱人建房出租时花的本钱不用那么多，随着现在的租金上涨，稳赚不赔。他们这一代人是见证了房价飙升的。哇，那房价飙得如同坐火箭一样。现在的房地产的确不好赚了。你和海彤还有商小姐不是在投资吗？你收到租金了，就拿去投资，想做什么尽管去做，不用担心亏本的事，有我给你兜底呢。”那沈小军心里甜丝丝的。战印对海彤说过的话，苏南也对他说了，有这样的男人当靠山，当他的后盾，他是没什么好怕的，放心大胆的去闯吧。沈小军主动靠着苏南的肩膀：“苏南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爱你的话？好像说过，又好像没说过，就算我听过了，我也还想听你说爱我。”沈小军笑：“我爱你。”苏南停下来，把他勒入怀里，看他的眼神如狼眸，恨不得把他整个人吞入腹中。他的那句我也爱你消失在沈小军的唇边。沈小军发到朋友圈的相片、视频被海彤和商小飞等好友看到了。海彤是事先知道苏南向沈小军求婚的，他在评论区送上祝福啊。白天他才和沈小军提起什么时候能喝喜酒吧，没想到傍晚苏南就向沈小军求婚了。独自守着店的海彤看着好友的朋友圈，既替好友感到开心，又忍不住想到他和战印，他们俩是直接领证的，战印没有向他求过婚。那醋坛子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复他信息，也不知道是真忙还是在吃醋。海彤忍不住打电话给战印，电话通了，但战印没有接听，真的吃醋。海彤放弃了再打电话，自言自语了一句，他把手机放在收银台上，默了默后，便把编织的工具拿出来，闲着没事做，重新开始他的编织呗。没2分钟，一束花冷不丁地递到了他的面前。海彤抬头便对上了战印那双乌沉沉的黑眸。你怎么老是不接电话，发信息也不回？停止了在编织工艺品。海彤接过了那束花后，抱怨了他一句。战印眼神深深地看着他，说道：“我人都过来了，不必再接电话。白天我在忙，为了今晚早下班。”见他编辑织好了一盆发财树，他拿起那盆发财树欣赏着。不是请了人吗？别再自己劳累，特别注意你的手。战印放下了那盆发财树，直拉起他当初受伤的那只手。伤口早就好了，不过还留有疤。他摸了摸那疤，眼底有着心疼。当初他受伤是因为他。哇，这束花好新鲜呀！海彤不想他再自责，抽回了手。错开话题，管城花店的玫瑰花没有被苏总买光。苏南向沈小军求婚用到的鲜花太多，
海童猜测花店里的那些玫瑰花被扫光的了。我现在才过来，就是为了这束花。海童看着他，你该不会是跑回你家去捡的花吧？战印宠溺地点一下他的翘鼻子，又轻捏一下他的红唇，说道：“说错话了，纠正一下，我的家也是你的家，那是我们的家。你之前让沈小姐帮你买的一车鸡鸭，你还记得吧？放在山庄附近的果园里养着。那些鸡鸭生了很多蛋，我妈叫我回去把那些蛋都带过来，说自己养的鸡生的蛋营养好，还让人给我们杀了好几只鸡鸭，一并让我带回来。我是顺路在花田里捡了一束花的。”海童，我都忘了。刚知道他的身份时，他把他软禁。他是做了些幼稚的事。那车鸡鸭后来呢，送到山庄附近的果园里放养。后来呢，他就把那些家禽抛之脑后了。妈说走地鸡更好吃一点，让你多吃几个鸡腿。咱们就夫妻俩加上奶奶，一共也就3个人。哎呀，吃不了那么多，等会儿给姐姐送几只吧。战役有好东西，总会记着给大姨姐送一份。这让海童很感激，他在乎的人，他也在乎，就也敬重着。苏总向小军求婚了，我知道。战印看着他，老婆，你羡慕了。我也可以在大庭广众下向你求婚的。得了吧，咱们都老夫老妻了。哎，结婚证都领了那么久，还求什么婚呀？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：“婚礼我会用心准备的，保证让你成为所有女人羡慕的对象。我现在已经是别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了。”战印绕进银台，来到他的背后，伸手搂住了他，俯身在他的耳边吹着热气，低哑的嗓音带着点酸意，问：“张念生回来做什么呀？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看你的眼神，是否依旧炽烈如火？”